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生活总有很多东西想要装进心里，但有些东西需要特别的呵护，就像心事一样，需要一个温柔的容器去承载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一款手提的束口袋，斜纹的花样设计，轻盈简约，让它和你一起流浪，累积人生的余温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远古棉线，粗细约 1.5 毫米，使用了奶白色以及抹茶色。如果你想使用4股或5股牛奶棉，我想也很合适。其他的配件使用到了直径1公分的窗口木珠2个，工具上使用了 3.0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而成品完成尺寸，宽24公分，高22公分，提手的高度有14公分。我们从底部开始，先使用抹茶色，锁边起针，基础行42个锁针，起针数可以是5的倍数加2，基础行决定了包包的宽度。42个锁针结束，我的基础行长度大概有21公分，再加3公分，大约会是成品的宽度。这个数据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。之后进行圈钩，第一圈先钩织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，我们跳过它，从基础行的倒数第1针开始，钩织3个中长针。进行中长针的圈钩时，第1针我习惯以1个短针来代替中长针，它是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。接着同个针目的第2针，正常钩织中长针。我在这一个完整的中长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每一圈的结尾我都会引拔在这里，使得第1个短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长针。接着同个针目里的第3个中长针，第1个针目里完成了3针，而接下来的连续40个针目里各钩织1个中长针，这样完成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而在最后一个针目，又再一次重复中括号的内容。同一个针目里先钩织3个中长针，接着绕到基础行的另一边，从下一个针目开始，连续的40个针目上又各钩1个中长针。这个起始线头我们可以一并抱着钩织几针之后再做修剪。第1圈结束，引拔在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也就是第2个针目上，将头尾相连，同时也补齐了第1个短针的高度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长针。这是我在中长针圈钩时很常使用的一个无痕起立与引拔方式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接着第2圈，钩针穿回刚刚的引拔针底下，带出线来，直接钩织1个短针，它是第1针，也是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。之后正常钩织中长针，前3个针目都钩织2个中长针，所以第1个针目里再钩织1个中长针。每一圈的第2针我都放上记号扣，它是我结束时要引拔的位置。而第2与第3个针目也都钩织2个中长针。之后在织物的两端，我们都会进行加针。
接着又连续40个针目上各钩一个中长针，完成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连续40个中长针结束，接着织片的这一端再一次重复中括号的内容，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又各钩2个中长针。之后又连续40个中长针，第2圈结束，引拔在第2针上使头尾相连，也使得第1个短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长针。之后我们按照文字结钩织，直到第5圈完成底部。大括号及中括号是重复钩织的内容，而小括号则是钩织在同一个针目上。每一圈的起始都穿进最后的引拔针底下，直接钩一个短针作为第1针中长针，而结尾引拔在第2针上使头尾相连。第5圈钩织结束，我们就可以断线。以这样的方式处理线头，利用缝针将线头穿进第2针，再穿回线头的底部，在背面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这样线头就处理好了。我们从正面看，每一圈头尾相连的地方是不是都没有引拔的痕迹呢？我们将底部顺势对折平放，从平放的一侧重新引明白色的线，接着钩织第6圈。引线之后，钩织3个锁针作为第1针长针。我在这个长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接着1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针目钩织3个长针，这个线头可以一并包着钩织。接着又跳过3针，完成一个中括号的内容，而从下一个针目开始，又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中括号的内容以5个针目为一组，因为我的底部最后的总针目是110针，所以这里重复22次中括号的内容。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长针起立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7圈，将钩针直接挑起下方的整个针目，外钩1个短针，再加2个锁针，作为第1针外钩长针。我在这个外钩长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接着1个锁针，
接着在长针与3长针之间的那一个锁针空间里钩织3个长针。接着跳过上一圈的3长针，中画好的内容重复钩织，外钩长针都是挑起上一圈的单个长针来钩织。在1锁针之后，将3个长针钩织在上一圈的1锁针空间里。重复钩织中画号内容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针目上将头尾相连。之后我们重复钩织第7圈，直到包包到你想要的高度。每一次的外钩长针都是钩织在上一圈的外钩长针上，继续延伸线条，而3长针则钩织在1锁针空间里。在往上钩织的过程当中，每一圈的针目都会往右偏移，最后会形成斜纹的花样。我一直钩织到第25圈，而你会发现每一圈的结尾会越来越往右偏移，这是正常的。之后我要为这个包包收边，第26圈，在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中长针。第1个中长针我仍然以1个短针来代替，并且将它视为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。而在遇到上一圈的1锁针时，直接穿进1锁针下方的空间钩织中长针。第2针我仍然放上记号扣，这是我结尾要引拔的地方。最后我的总针目会维持跟底部第5圈一样，一共是110个针目。第26圈结束，引拔在第2个针目上，将头尾相连，也使得第1个短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长针。第27圈钩织中画号内容，连续3个中长针，钩针穿回刚刚的引拔针底下，钩织1个短针，作为第1个未完成的中长针。接着2个锁针，再跳过2针，之后继续重复中画号的内容，一共21次。这些空着的地方会是穿过束口绳的空间。中画号内容重复钩织完之后，再一次3个中长针，1锁针，最后在第2个针目上直接钩织1个中长针，将头尾相连，也使得下一圈的起始位置在锁针空间的正上方。收边最后1圈，继续穿进3中长针的第2针，钩织5个中长针，形成一个扇形花样。5中长针的扇形花样钩完，引拔在下一个锁针空间，如此重复钩织，完成收边。
沿面钩织扇形花样结束，引拔在起始位置。接着就可以断线，利用缝针在包包内侧藏好线头。这样包身就完成啦。接着我要为它钩织束口绳，我从毛线中心取出另一个线头，将2股毛线合股钩织。接着锁边起针，起针时的线头留大概5公分。接着我将其中一股绕在左手上，钩织锁针链。接着将另一条毛线像这样先挂在钩针上，接着再将手上的线挂线钩出，之后重复进行刚刚的动作，这样就会形成一条圆形空心绳。我们将这条绳子钩织到长度约有80公分。这个绳子钩织到我所需要的长度之后，接着我们将2条线一起挂线钩出，引拔断线，也是留5公分线头。我们可以稍微拉伸一下这条绳子，让它更为平整。接着利用缝针，从包包一侧的中心开始，像这样在第27圈的空隙来回穿梭。最后在绳子的2端穿上木珠并打结，以防止它脱落。藏好线头并做修剪，这样它的束口绳就完成啦。接着我用绿色的线，以中长针的下边方式为它钩织提手。锁边起针，先钩织3个锁针，接着回到第一个针目，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1个中长针。钩完中长针之后，这里会有3个中长针的线圈，我在这边放上记号扣。接着2个锁针，我们翻转这个小织片，继续在第一个锁针上钩织1个中长针。此时我也在第2个中长针的3个线圈上放上记号扣，接着又2锁针，翻转织片，再上1个中长针，也就是第1个中长针，挑起它的3个线圈，钩织1个中长针。我们如此重复这样的动作，2个锁针，翻转织片，挑起上1个中长针的3个线圈，钩织1个中长针，一直钩织到我所需要的长度。在钩完2锁针翻面之后，顺着它往左方，靠近尽头地方的3个线圈，就是上1个中长针的3个线圈。钩织到我所需要的长度之后，接着就可以引拔断线，藏好线头。我钩织2条40公分的绳子作为它的提手，最后将提手缝合在包包内侧，缝合在第26圈的位置，提手2端距离大概10公分。
这样这个优美简约的束口手提袋就完成啦。在美好的春日里，带着它一起去旅行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欢迎您的留言。我们下一集见哦，拜拜。